山寨季有哪些机会值得把握？还有哪些 ETF 即将通过？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 Bitcoin Dominance 比特币优势指数，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从 K 线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已经收了看跌吞没，也就是我们后面一根 K 线的实体部分把前面一根给完全包裹起来。那这是在我们过去一段的行情当中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你也可以发现其实这种吞没行情呢，它从裸 K 上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顶部，或者说顶部才会出现的这种形态。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在山寨季开启的时候，我们也有出现非常类似的这种走势行情。而且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在过往呢，我们但凡是跌破了上升趋势线，那我们后面就会开启一波山寨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离这个趋势线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非常非常接近。那其实从比较小的级别它甚至都已经跌破了。那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行情来做确认。像我们最近呢，就可以看到一些像以太坊还有大市值的山寨币都有反应所谓的有反应就是它的涨幅是比比特币要来的更猛的。那这就是山寨币的一种前兆。我们现在都是可以在其他行情上面获得验证的。你也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但凡我们是跌破了趋势线，那我们的山寨季基本上就可以宣告是开启。当然，我们变强烈是到了21年后，我们才变得比较强烈的。那如果我们从周期上面来看呢，我们现在也是差不多时间。你可以发现我们上一次大概就在2021年2020的年底那当然比较夸张是在2021的年初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这一段才是最夸张的山寨季，也就是在2021的上半年都非常夸张那我们开启是在2020的12月左右。那如果我们在更久，上一轮就是2016年的年底，2016年的年底大概就在2016年的12月左右那当然比较猛烈是到了2017年的年初那我们可以看所以我们的山寨季开启呢，大概都是在减半年的年底，或者说是减半年的下一年。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2024年的年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也差不多是符合周期的那即使不是现在开启呢，也会在后面的几周就开启，也会非常快。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山寨币的机会呢，就会非常关键因为这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它一轮牛市就只会有一次这种机会，而且它发生的时候呢，都会发生的非常的迅速。那如果你到后面呢，你才想要去追这些机会，很有可能就来不及了。如果我们从以太坊对上比特币汇率的走势呢，你也可以发现最近是有一波上涨那这段上涨呢，我们可以发现很显著的，以太坊最近的这1-2周，以太坊是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强势的。如果我们从过往的行情来复盘你也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过去以太坊开始变强势，也差不多就在最近的这个时间点像我们在2轮牛市之前呢，我们以太坊开始变强势是在2016年的年底那其实我们2轮嘛，所以就加8年。我们现在是2024年的年底，所以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以太坊开始慢慢变强势这就是变强势的起点。那虽然说呢，我们在上一轮牛市我们以太坊变强势是在1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年初，2019年的年底，其实我们就找到底部了对吗？因为我们2024年，如果我们在4年前是2020年，等于我们2020年的年底那其实2020年的年底呢，我们当时走的是变强虽然说我们的底部呢是在1年前我们就找到了，2019年的年底我们就已经出现底部了那其实这一段的上涨，它走的并不是非常的顺畅真的非常顺畅的上涨是在2020年的年底过后的这一段，它才是走的真的非常顺畅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16年的年底过后，以太坊的走势都变得非常强劲然后2020年加4年嘛，2020年的年底过后，以太坊走势走得非常强劲。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2024年，所以我们现在以太坊开始走强呢，它是完全符合周期的。那如果我们根据过往中走势它变强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你可以看到，我们从2016年的年底一直到2017年的6月，然后我们这里是从2020年的年底一直到2021年的5月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走个半年的时间点差不多。那我们过往也都是按照这个周期在走的，而且呢，你可以再观察我们每轮的涨幅其实都是变小的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观察我们这里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大概是
2000%，也就是20倍啊。那相当于你拿着以太坊会比比特币有20倍更好的表现。那我们在上一轮呢，上一轮其实也是很棒啊。即使我们在2020年的年底啊，我们才持有以太坊呢，我们也可以有着2.6倍的收益哦，也就是你持有以太坊会比比特币涨得多2.6倍。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现在了。你可以发现呢，我每轮的涨幅都在缩短，这很正常啊，就像比特币每轮的涨幅也都在缩短一样。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过往呢，我们的高点都在降低。那我认为我们这次的高点也会降低。所以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过往的这种走势来看啊，你说以太坊在接下来的走势比比特币多走个1倍，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啊。那当然1倍多一点，可能也就在这个附近。那你说要超过前高，我不太认为会有这种走势出现。第一个由于 ETF， 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往都没有越过前高的这种走势出现过。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是送比特币以太坊的仓位，那下面呢是送以太坊或山寨币的仓位，那下面它是送一个山寨币的仓位的，一个冥币的仓位，那相当于你 KYC 入境$100就可以拿到$10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其实对于山寨币来说，就不得不说我最喜欢的 Solana 了。这个是 Solana 它所产生的价值，其实它已经慢慢的要来超越以太坊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有2个图表先看左边这个 Real Economic Value， 也就是真实的经济价值它是按照2个费用去计算一个就是 Transaction Fee， 就是大家转账所需要花费的这个金额，还有 MEV Tips 这个 MEV 是什么意思呢？Miner Extractable Value， 也就是矿工可提取的价值那他用这2个费用呢来去计算 Solana 还有以太坊它们所产生的效益有多大？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紫色的就是以太坊，然后比较浅色一点点，这个是 Solana。我认为它这个颜色用的不太好。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在2023年当时呢，以太坊都还是要远远大于 Solana 的。不过我们在最近呢，到了2024年开始Solana 它就比较平稳的增加，然后以太坊呢就开始减少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呢，如果我们按照矿工他所提取的价值还有手续费的话呢，其实 Solana 它已经来超越了以太坊了。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图表吧，右边就是 Total Application Revenue， 也就是总的应用的产出的效益你可以看到一样，深紫色的是以太坊，然后比较浅色一点，这个是 Solana。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最近Solana 它成长是非常的稳定。那以太坊呢，它虽然说它也没有明显的下跌它还是在有一定的水准可是 Solana 它已经来赶超了以太坊了，所以 Solana 它其实在真正的价值产出的部分呢，它也是绝对不逊色于以太坊的虽然说它并不能说它稳定的超过，但也绝对不逊色于以太坊，甚至最近是比以太坊来的更多。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Solana 它最近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势，从技术层面上呢，它绝对都走得非常非常强的。我自己认为技术上面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结论呢，它的效果是绝对不亚于它在做实际上的应用的。那第二点，其实以目前币圈的生态，一个币种它的市值跟它所产出的价值呢，其实是无法匹配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应该知道狗狗币吧？狗狗币现在的市值大概是$600亿左右。那$600亿呢，有一个很知名的品牌，它的价值、它的市值就是$600亿，就是保时捷我相信保时捷是一个很有品牌价值，而且也蛮有名的一个公司，它也不过就是$600亿的市值那狗狗币就有600亿那你更不用说其他的一些币种。其实其他的一些币种呢，我们就撇除山寨币它所产生的价值，它可以产生的价值跟它目前的市值呢，都是完全无法匹配的。像你可以去看那种像保时捷，它有$600亿的市值它每年要产出多少的利润？那这些币种，他们所产出的这些利润靠他们的生态是完全无法匹配上它的市值的。这点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做思考的。说到 ETF， 我们就不得不来做一个整理的表格了。我们在过去呢，我们都有提到有不同家厂商，他们都有申请了不同标的的 ETF。不过我们都没有把它统合成一个表格。我们提供的这个资讯还是比较零星、比较琐碎的。那 Eric， 我们之前也都有一直引用他的观点
它有帮我们做了一个表格，我认为非常的全面。比如说，现在有比特币以太坊单独个别的 ETF， 那就有机构呢做了比特币跟以太坊一起的 ETF。你只要买这个 ETF， 你会同时持有比特币跟以太坊。那他们可能会做一个比例配置，就比如说比特币7、以太坊3，或比特币8、以太坊2，做这种配置，让没有心想要来加密货币的人呢，他们可以直接用 ETF 简单的方式。那这个 Basket 是什么意思呢？篮子就是它里面有一篮子的加密货币，或许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有一些市值大的山寨币在里面。那灰度提供的，灰度其实它有非常多这种大市值山寨币，它都会包括进去。那还有就是重头戏就是 Solana。我们之前有谈到其实 Solana 如果是川普上任的话，就蛮有机会通过的。你可以看到最近有新闻有指出，川普的团队呢正在挑选 SEC 主席，因为过往的 SEC 主席那个 Gary Gensler 他对于加密货币是比较不友好的。那他挑选的 SEC 主席呢，一定是会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的。我认为这个牛市除了比特币以太坊之外，在 ETF 上面，我们能期待的下一个币种就是 Solana。只有 Solana。为什么说只有 Solana？ 这个我们来说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filing date 是在我们年中的时候，那当时我们都有提到只不过它审核的时候其实就要拖一段时间了。它这个 first deadline 是在明年的1月，对吧？大家都在明年的1月左右。那我们对于这种审核我们在过往是有一些经验的。大家还记得比特币以太坊那个时候吗？他们有可能在 first deadline 他们就真的提出会不会通过吗？不会的，他们最后都是要拖到第一个 final deadline， 最后都是要拖到 final deadline。等于说，如果按照过往的经验，我没有说最后一定是这样，但我们的经验也是比较有限嘛我们如果按照过往的经验来看它大概都要拖到2025年我们明年的8月左右，我们的 Solana ETF 它才会正式通过。就要拖到这个时候，明年的8月，它才会正式通过。那 Solana 它是它在我们这个牛市是最后一个在 ETF 上面值得期待的币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再往后看你可以看到还有瑞波币，对不对？对，没错，还有瑞波币，但是它是到了10月才提交申请的，就等于说它真的要到通过它的 final deadline， 它就赶不上我们这轮牛市的周期了。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牛市4年一轮嘛，那我们如果按照周期来的话，除非我们的周期被改变，不然按照我们的周期，我们会在2025年的年底就结束，最迟就到2026年的年初那瑞波币，如果你说你还要再比这个时间又要再更后面的话，那就会错过我们这个牛市，就搭不上我们这个牛市即使你通过的话。好，那除了瑞波币之外呢，还有比如说莱特币莱特币还有这个 Herb 还有这个比特币跟以太坊那其他币种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申请 ETF， 都还没有人提交申请。这些是所有已知有提交申请的，他都帮你做表格的，所以是还蛮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过往有提供的一个资讯，它还是可以给我们帮到很多忙我们过往有说过，其实在过往，就是我们从10年前吧 ，ETF 不是最近的事情10年前就在讨论了。在过去这10年，有非常多机构它都申请了 ETF， 但都没有通过。贝莱德一申请就通过，第一次申请就通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面没有贝莱德，没有一家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贝莱德已经有明确表明他们对于比特币跟以太坊之外加密货币的 ETF 的兴趣就是不大。对，所以你在上面是看不到贝莱德的。好，所以这点也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它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做注意的，因为以太坊呢，它整个生态还是很健康的。我们先看到右边这个图表吧。目前的以太坊它的交易就在上面完成的这种交易这个 transaction count 它的这个数量呢是没有做减少。你可以看到以太坊就是这个深蓝色在下面这个你可以看到它从2020年的第一季度到2024年的第3季度，就是我们现在现在是第4不过第4还没有走完嘛。那到第3的话，我们整体的交易量是没有下降的。那如果说以太坊它接下来又有一些生态活跃然后币价开始上涨的话，我相信它的这个交易数量呢，链上的交易数量又会开始增加。它在熊市甚至在它弱势的时候都没有减少，这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还有DAU 这个日活用户嘛，Daily Active Users
以太坊它的生态系呢，你可以看到它还是蛮健康的，它还是有非常多的使用人数，而且是每天的使用人数哦。所以这整个生态链其实都还是蛮健康的。那我们从技术层面上也可以来佐证这件事情。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